就说你潜水潜到一半，按你的付费时间到，它就会结束，就是你不能使用这 app 的身体鱼弹的含量计算等等的，这是非常，我觉得算危险。A buzz on and my favorite song is playing in a Broadway bar. Then you walk in and you're all alone, the hottest in the room by far. And you look up and our eyes lock and my heart falls straight out of my chest, baby. Your lips and your sweet smile.嗨，大家早安，我是 ET， 我在台湾的小琉球。对，没错，我回台湾了。然后我回台湾会特别跑来小琉球潜水，因为实在太久没潜水，我在美国住的地方离海边太远了，所以为了要重新感受一下海水的感觉，我怕我忘记，所以我就跑来了小琉球啦，因为最方便、最近、最简单的小海岛。那从我的住宿的地方一望出去是。有看到吗？海，哇，太棒了！好，昨天我已经潜了3支，那这次因为小琉球是一个我已经潜过很多次的地方，所以我就不再重新跟大家说小琉球的潜点的事情，因为也很多人有分享过了。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潜水表的事情。我手上有3支潜水表，一支 Centaur 的 D4i， 然后一支是 Garmin 的 MK2i。还有以及 Apple Watch 最进阶版的那一只，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3只潜水表有不同，然后我会同时把它带下水，跟大家讲这3只表的优秀的地方，还有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你期不期待？我们看下去吧。A buzz on and my favorite song is playing in a Broadway bar. Then you walk in. 三级商行，2019年的夏天。巧遇了这间便当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了他们家的食物。到了今年的夏天，2023年的夏天，它长大了，它变成了一个店面，我觉得好开心哦！在这里推荐给大家，这间在小琉球的便当店，值得你来试试看。经过就小琉球测试这些潜水表之后，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是，首先下水之后它显示的状态，其实在 Apple Watch 跟 Garmin MK2i 这2个我有特别录画面下来。这2个因为是近期就是比较中高阶以上的表款，那他们2个在水下的差异是什么呢？那2者画面上我觉得都算是清楚，然后资讯该有资讯也有。那对于一般水肺潜水员要有什么资讯？第一个，深度是特别重要的，那也是最基本的，深度一定有。那再来是你的含氮量。那在 Garmin 的话，含氮量就是你身体的鱼氮量啦，你还可以在那个深度停留多久，是在免减压的时间，这是对于休闲潜水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有的，2个都有。然后再来是5米3分钟停留的时间，在2只手表也都有。不过这我得称赞一下 Apple Watch 它的界面，其实它的5米3分钟停留时间是非常清楚明了的 ，OK。然后再来是你上升过快啊，或者是你下降过快，它都会有给你适当的提醒。Got what I want, oh, and I got what you ne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it's gonna be a done deal. Just wait and see.
mixed up just right. So we make love. 再来，手表最基本就是水温的问题。那水温两只表的误差大概在0.5度 C 左右。那不得不称赞一下 Apple Watch 在温度上的表示，它是比较细致的。我在猜它的那个侦测时间就是多少秒侦测一次是比较短秒数的，它可能很快速就侦测一次，所以它出来的那个温度曲线啦是非常的细致。然后甚至我们在水里遇到你如果有潜水过，你就知道有时候潜水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冷流或一些暖流，就是你游到一半的时候会发现一股冷一股暖，其实在 Apple Watch 上是都看得到呈现得到，反而这个是在 Garmin MK2i 上的温度曲线上是没看到的，对，所以在 Apple Watch 上的温度是比较细致的。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分享到这里，关于两只表在水下不同的地方，那再来我们在其他地方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部分。Make plans, and God knows that I'm all about it. We're up high, never coming down, baby, just you and I.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yes, you and me were meant to be.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drop your guard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cause you got what I want, oh, and I got what you ne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it's gonna be a done deal, just wait and see. I've known it since I met you. This love, it was a breakthrough. For the rest of our days, we'll be everything we wanna be.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yes, you and me were meant to be.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drop your guard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cause you got what I want, oh, and I got what you ne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it's gonna be a done deal, just wait and see. 好，我已经在小琉球执行完我5支气瓶的潜水，那会分享一些画面给大家看。OK，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威尼斯沉船，那因为有进去专船舱，所以会有一些专船舱的画面给大家。哇，超难念，你念念看，不是我的问题。好，我来分享这3只表的 App 的内容。那这3只表在 App 里面最基本的 Time Chart 都一定是有的，就是你的 S 轴是 Time， 然后 Y 轴会是你的深度或者是你的水温。那像因为我的调节器有配置 Garmin MK2i 的发射器，所以我其实还有比别人多一个我的气瓶压力以及气体含量。OK， 那在 Garmin MK2i 它在水下是能侦测心率的，所以在我的 Time Chart 上还会有我的心率。假设我的防寒衣并没有遮到我的手腕，我的手表是实际贴在我的手腕上的话，会有很标准的心率记录会在里面。那如果你非常使用多的话，你会这个 App 这些 App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做你的装备管理。那装备管理可以干嘛呢？就是比如说我1年可能只潜这一趟，假设啦，我只潜这趟，那我的潜水支数就是5支嘛。但其实你的装备它都会有一些原厂告诉你该保养的时限，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说你是几支气瓶后该保养，或者是说你使用多久，比如1年或2年该保养。但对于潜水的次数频率不是很高的伙伴们，他们并不会用年限下去计算，因为我今年如果只潜这5支，我不会在1年结束后就直接送我的装备保养。这时候你的 App 里面会告诉你这个装备使用几次是非常重要的。A buzz on and my favorite song is playing in a Broadway bar. Then you walk in and you're all alone, the hottest in the room by far. And you look up and
sweet smile. Let me kiss it till I die.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yes, you and me were meant to be.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drop your guard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Cause you got what I want, oh, and I got what you ne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it's gonna be a done deal. Just wait and see. 好，现在正中午，我要走去吃饭，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剩下 App 还没有跟大家讲到的部分。那不管你是买 Garmin 啊，或 Cento 的表，或者是 Mission 的表，你的 App 其实是免费下载，基本上你不买，你要直接下载来用也是可以的啦。但 Apple Watch 比较不一样，它是要做收费的，而且还不便宜。它 Apple Watch 收费的话，一天是150块，那1个月的话是300块，然后在1年的话就是将近2600。那它这个价钱会随着美金的浮动稍微做变动。我刚刚讲的是台币，换算成台币的话，那至于 App 需要收费这部分，我想是一定的杀伤力啦。就是说，如果你要持续付费，可能就会影响你想不想使用这只表当你的潜水表的差异了。OK， 那付费的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比如说像我，如果昨天11点45分做了1天的付费，那我今天要是在11点多下我的一支气瓶的话，然后如果过今天的11点45分，它就会断讯，就说你潜水潜到一半，按你的付费时间到，它就会结束，就是你不能使用这 App 的身体鱼蛋的含量。计算等等的，这是非常，我觉得算危险。虽然我认为，你把钱付到你涵盖你所有潜水范围是你的责任没有错，但是这样子，那假设我没有注意的话，那这样就会导致你在水下的一些危险。而且我实际去看了它，英文上的官方，他是认为说，其实这只表，你戴这只表下 ，Apple Watch Ultra 下。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的潜水电脑表使用，你得再带一只潜水电脑表，这是他们官方的建议。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是很有疑虑的。那你说如果我不付费使用 App， 那也有深度啊？哦，你错了。如果对一个水肺潜水员来说，很重要的是你身体鱼蛋含量的计算，那你不付费，他就把你当作浮潜，他并不会计算鱼蛋含量，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如果你使用 Apple Watch Ultra 当作你的潜水表，你就是要持续做付费的动作。那1年我刚刚说2600嘛，你自己计算一下，如果你的潜水潜个3年5年，你就付了多少钱出去了？那你是不是值得你买？如果你在绿岛想吃好一点的话，就选这家吧。我也是从它摊车开始吃到它现在变成一个大店面了呢，只是价格在离岛上算是比较高价的。And God knows that I'm all about it. We're up high, never coming down, baby, just you and I. 关于 Apple Watch Ultra 的 App 购买，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一次就是单天，或是你一次买1个月。那如果你是出国潜水旅游1个礼拜，假设我去科摩多好了，那你就要切记，你要在没讯号之前先买起来。不然的话，你到科摩多，你完全没有办法购买，因为你没有网络。那这个我觉得会是对潜水旅游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毕竟很多世界知名的潜点、很精彩潜点是没有任何讯号的哦，所以你到时候要买的话，就等于说直接阉割掉你这只潜水表的功能啦。对啊，这个。既然你要做购买的动作，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改善一下你的 App？ 比如说我做预购的动作，我一次买365天，然后我的手表可以让它 on 起来或 off 去扣款，这样子会不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呢？不然的话，真的会造成蛮多麻烦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这家隐身在靠近市区的地方是叫绿地开研所，那你可以看它门口。
这间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是酒吧。这是我在白天蛮喜欢它白天咖啡厅的环境。下一次到小琉球，我要体验看看它晚上的样子。关于小琉球，关于 Apple Watch 的分享到这了，我们下次见 ，See you， 拜拜。哟，感谢收看这部影片，你喜欢吗？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那可爱的小铃铛。W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 Did you like watching this video?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like it,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Don't forget to hit the cute little bell icon. See you next time.